嗨，大家好，这里是牛妈冲冲冲，我是牛妈 Sabrina。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后院小池塘今年7月的样子。我们是去年2020年7月对后院进行了装修改造。这个小池塘本身是前房主挖的，我们趁后院装修的时候，自己给小池塘加了瀑布，做了绿化。现在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是如何一步步改造后院小池塘的。大家现在看到的图片就是我们后院池塘改造之前的样子。当时它就是只有一个池塘，没有任何的瀑布，而且它周围都是一片杂草。看现在这个池塘，现在池塘就是把它那个自己到时候弄一个垒高一点，弄个那个 waterfall 那种瀑布似的。然后它周围这些乱七八糟的就都铺成砖了。那边那树这里也要砍了，那一小棵要砍掉，可以让它从那个门开了之后能走过去。这个后院池塘的瀑布改造是孩子他爸爸自己做的，因为当时我们有问过专业的做池塘的人，他们报价是，如果你是挖一个池塘，大约费用要12000到2万不等，取决于池塘的大小。如果你是要加一个瀑布，就已经有池塘加瀑布的话，是8000到12000之间。然后我们衡量了一下，觉得有点太贵了。然后在 YouTube 上找到了很多做这个pond 还有 waterfall 的视频，然后自己学习了一下，然后就打算自己动手做。下来的几张图片，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做这个 waterfall 需要的一些工具，我会一一给大家介绍。第一个，这个是那个抽水的那个水泵 pond pump， 这个东西我并没有买，因为我本身池塘前房主他留下有一个还可以用，所以我就用的旧的。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是过滤器的filter， 就是你可能做那个瀑布用到的可能是最贵的一样东西了，要400多。这个东西就是把水抽上来之后，它需要在这个地方过滤一下，过滤好之后，在瀑布里流出来的水就是非常清澈的。这个东西要定期的清理一下，因为它里面有个过滤的，里面那些杂质啊，那些过滤的一些东西都在里面，你要拿出来把里面洗一洗。下来这个东西，它就是那个瀑布的水是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它的一头管子会接到刚刚那个过滤器上，这样的话过滤好的水就会从这个管道就在这个东西里流出来。因为我当时是想的是让它那个水是那样整个是平的这样流水的效果。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我额外买了一条更长的管子，因为我这个抽水泵它要把水抽到这个过滤器，它要跟这个过滤器有一个连接的嘛，然后那个它本身过滤器它带的管子不够长，所以我就额外买了一条管子，然后过滤器另外一条管子就会跟刚刚看到的那张照片出水的那个瀑布出水的那个东西连在一起。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是叫做防水布，这个布就是你这个做池塘还有瀑布一定必须的这个东西，因为你要把它在这个池塘上面先铺上这个布，然后垒那些石头，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水。最后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做瀑布它最后要用到的一个就是那种泡沫形状的那种，好像一种胶一样，它可以把石头缝中间就是你可以给它喷上，然后填补上那些空隙。水啊现在好像流的有那个层次感了，挺好的，是吧？你已经粘住了那些地方是吧？这不弄得挺专业吗？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安好瀑布之后开始放了一些小鱼苗，然后它池底那个就是那个抽水的水泵。现在大家看到池塘上飘着的好像一个石头一样的那个东西是化冰器，这个是我去年过冬之前我买来，想要就是防止这个池塘结冰，想让小鱼可以安全过冬的。但是我买的这一款它中途给漏电了，所以就不太推荐这个，大家可以选择更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做池塘瀑布的全过程，供大家参考吧。因为我觉得自己动手确实省很多钱，我前后后加起来总共花了大约1000多刀吧。然后如果找人的话，可能要1万多，所以省了很多很多。而且我觉得主要是自己做并不难，你只要把该买的工具、需要的东西都准备好就可以了。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就是那个电源是我在后院铺砖的时候找专业的电工专门加的一个电源，就在那个瀑布旁边，方便我插电。因为那个抽水的那个泵还有那个过滤器都需要电源。我们做 waterfall 所用到的那几块大石头，其实就是这个池塘周围挖出来的。因为池塘周围要铺砖嘛，然后那个要挖一下，结果就挖出来几块大石头，正好够我们 waterfall 所用的。然后后来我孩子爸爸又买了一些比较薄一点、平一点的，来压住那个出水的那个瀑布出水的那个地方。然后那个出水的地方，因为它本身那个东西它是塑料的，它的承重也有一定承重量，所以不能用特别重的，我们就买了一些平板的那种石头。其他地方还需要一些小的石头来填补一下那些缝隙，这些石头都可以在自己家附近的石材店买到，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硬件做好了，接下来就要软件了，我要进行绿化。但是作为园艺新手，我并不是太在行，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些比较容易种的花花草草。而且我是当时去年做完这个池塘瀑布之后，因为都到了已经夏末了，然后我们也没买任何的植物来种，是今年开春的时候。而且我大部分的植物也都是从网上订的，跟着大家团购的。因为疫情嘛，也不太敢出去逛。月底池塘边最先开花的植物就是这个水仙花，它每年都开，这个是以前房主就种下的。5月初的时候，我收到了我在 Home Depot 网上订的这一棵 Japanese Maple 日本枫树，它是属于比较矮小型的，我想要种在这个池塘瀑布的右边。后来孩子他爸利用他做木工活剩下的那些边角料，然后做了一个牌子，好像一个小房子似的，然后写了平安2个字，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然后他把它钉在了那个电源的那个插电源的那个板子上，这样来装饰一下。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大花葱，这是去年2020年的秋天我种下的花球，它今年在2021年的5月下旬吧就开花了。然后妹妹特别喜欢，还穿着她的公主裙跟她来了个合影。到了6月初，我们又给这个小池塘添加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个日式的 pagoda。这个东西我是在我找到了有一家非常性价比很高的一家店，我会把我购买的那个店的地址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这个东西非常的重，我一个人它可以拆开的，我一个人是抬不动的。然后它是那种水泥浇筑的吧，然后它冬天也不需要拿到屋里来。我买的是大约税后150左右，150刀，所以他这家店其实卖的东西我觉得还挺划算的。一般我听朋友说他们买的都要300多。养了鱼之后，我们又想着在池塘里要养一下睡莲。去年的时候，我们在 Kijiji 上找到有一个人家里卖的，发现了有一盆白色的睡莲，然后当时买回来就已经种上了，然后它过冬都没有问题。只要你池塘水，他说在2沸以上深就可以。然后今年我们又在一个人家里买到另外一种颜色粉色的睡莲，这样我们的池塘就种了2种睡莲。因为我们池塘并不大，所以2盆刚刚好。睡莲花是非常美的，然后我种上之后，我也没有太多的施肥，我只是在开春的时候用厨房纸包了一些bone meal，然后塞到它的盆子里。平时就是靠小鱼的粪便给它施肥，然后它开的还是挺好的。6、7月份都有陆续的都在开放，有时候同时最多的时候是有5朵花同时在开。
一般那个 Garden Center 卖的这个睡莲花，它叫 Water Lily， 它是一般都50多块钱一盆，而且它是比较小盆的，你种上当年都不一定开花。我建议大家可以去Kijiji 上面找一下，因为很多人他自己家养的，每几年就要分一下盆，这个东西它的盆子是有限的，但是它长大几年之后，你就要给它分一下根，来帮助它再生长。所以很多人就会自己在家里就会可能分享，就要卖出去。然后我买的就是25块钱一大盆，他还给我带着盆子，夏天当时就开花了。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找一下，因为这样的买的话就性价比更高。后来我们家爸爸又自己做了一个防落叶的防护网，然后主要用的就是那个 chicken wire， 还有就是细木条，根据我们池塘的形状来做的。这个网它不仅是可以防落叶，而且你还可以防那些小动物来吃你的鱼。这就是我们后院池塘改造的全部过程，希望给有需要的朋友们一点参考吧。后院有一个小池塘挺好的，因为夏天的时候坐在那里看看鱼，看看流水，心情也会好很多，也是一种舒压的好方式。而且孩子们特别喜欢在围着这个小池塘骑车子转圈。我觉得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很辛苦搞这个东西，但是还是挺值得的。